女人明明站在镜子前，腿都麻了，却一动也不敢动，为了活命。因为镜子的另一边生活着大量神秘生物，每到夜幕降临，它们就会出现在房子外面，模仿人类的行为。一旦屋里有人发出任何动静，就会被当场撕成碎片。也曾有人试图逃出这片可怕的森林，可诡异的是，无论朝哪个方向奔跑，最终都会像鬼打墙一样回到原点。而一旦夜幕降临，那些生物便会循着人类的气味追上，毫不留情地将逃跑者残忍送走。想活命的人，晚上必须待在安全屋里，对着镜子站得一动不动。然而，队伍里的丽莎早已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为了逃出这片恐怖森林，每天白天外出觅食时，她都会在沿途的大树上悄悄做下记号。终于，在不知多少天的记录之后，这天清晨，她提着一只小鸟，独自走出了安全屋。令她意外的是，同伴们竟没有一人阻止她。于是，丽莎循着那些记号一路前行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前方终于出现一片空地。她以为自己终于逃出升天，可冲出森林后，眼前却仍是望不到尽头的原始密林。直到那一刻，丽莎才真正明白，无论她多么努力，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逃出这片森林。就在她绝望之际，队伍里那位年长的老妇突然出现。他说，过去也曾有人像丽莎一样尝试逃跑，但无一例外，全都以失败告终。眼看夜色渐浓，丽莎只好跟随老妇返回安全屋。这次失败让她彻底认清现实，逃出去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按丛林的规则，按部就班地活下去。几天后，丽莎照常与同伴外出寻找食物，却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她从未亲眼见过那些神秘生物，它们的存在全凭老妇口中描述。难道这一切只是老妇编造的谎言？为了验证猜想，丽莎带着同伴来到传说中怪物的巢穴，打算亲自下去探个究竟。在同伴的帮助下，她缓缓潜入洞穴底部。然而，那里别说怪物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反倒散落着一些人类使用的工具。丽莎毫不犹豫，让同伴把工具拉了上去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，紧接着，一只非人的小手猛地伸了出来。丽莎吓得魂飞魄散，幸亏同伴及时扔下绳子，她才侥幸捡回一条命。殊不知，正是这次偷窃行为，将为整个队伍引来一场灭顶之灾。而此刻的他们浑然不觉，甚至还用那些工具制作了一个简易摄像头，打算在夜里看清神秘生物的真面目。果然，当晚监控画面中突然出现一双粗壮的大腿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屋外就传来一阵男人的求救声。卷发妹一听，脸色骤变，那声音竟像极了她1个月前独自逃出去的男友。她立刻冲向大门，想要开门救人，但老夫一把拦住她。外面的生物会模仿任何人的声音，这么晚了，绝不可能是活人。为防万一，老夫让卷发妹问一个只有2人知道的问题：你的生日是哪天？门外沉默良久，终究没能答上来。怪物见屋内迟迟不开门，顿时暴怒，一掌砸碎摄像头，疯狂踹击房门。众人吓得立刻站到镜子前，一动不动。可这一次，怪物竟直接打碎了镜子。就在他们以为必死无疑时，屋外却突然安静下来。显然，怪物这次是动了真怒，但暂时退去了。为平息怒火，第2天，他们将洞穴里的工具悉数归还。可老妇从此对丽莎和麦克心生厌恶，每次外出觅食都刻意不让他们同行，这令麦克愈发愤怒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彻底爆发，竟在外出时将老妇绑了起来。眼看夜幕将至，丽莎赶紧给老妇松绑，2人匆忙奔回安全屋。可屋内的麦克却死活不肯开门。为了躲避即将出没的怪物，老妇带着丽莎躲进一堆枯木之下。多年经验告诉她，枯木的气味能掩盖人类的气息。果然，不久后，怪物从洞穴中爬出，2人屏住呼吸，大气不敢出。一只怪物甚至爬到了他们头顶，却因气味被掩盖，最终毫无察觉地离开。就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，却震惊地看到大批怪物正围在林中小屋外。屋内，麦克和同伴仍站在镜子前，一动不动。然而，谁都没想到，麦克竟突然大声喊叫起来。这一声瞬间引来所有怪物的注意。老妇和丽莎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趁怪物四散搜寻时，拼命跑回小屋门口，哀求麦克开门。门始终紧闭。情急之下，丽莎喊道：
我在森林里做了标记，我可以带你们逃出去。这句话终于打动了麦克，门缓缓打开，老妇刚冲进去就准备教训麦克，可怪物已追至屋外，众人只能再次站到镜子前，一动不动。为了重新掌握主导权，老妇终于吐露了一个惊天秘密：我年轻时是一名生物学家，来这片森林是为了研究那些外星生物，没想到反被他们研究了。他们一直在模仿人类的行为，试图融入我们的生活。话音刚落，房门被猛烈敲击，整座小屋剧烈震动，怪物已被彻底激怒。众人慌忙用桌子顶住房门，就在推挤间，他们意外发现桌子下方竟藏着一扇通往地下室的暗门。眼看怪物即将破门而入，他们疯狂砸开地下室入口，在最后一刻全员钻入漆黑通道，成功躲过一劫。然而地下室内的景象让他们目瞪口呆，不仅堆满生活物资，竟还有一台能开机的电脑。虽然没有网络，但电脑里存着数百段视频，全是一位生物学教授在此研究外星生物的记录。丽莎颤抖着点开视频，看到教授坦言，起初研究顺利，但很快发现那些生物每晚都会来到小屋外，模仿人类举动。为深入研究，他竟诱骗附近村民前来，将他们献祭给怪物，最终成功捕获了一只活体。众人看得毛骨悚然，不敢再看，唯独丽莎坚持看完最后一段。而正是这段视频揭示了逃出升天的方法。教授早已规划好逃生路线，在134号河床藏有一艘小船，只要跟随鸟群飞行的方向前进，就能彻底离开这片森林。得知真相的众人彻夜未眠，甚至在地下室里激动地跳了起来。次日清晨，他们钻出地面，却发现林中小屋已被怪物摧毁殆尽。但他们顾不上悲伤，必须在天黑前赶到134号河床。一行人沿着标记疾行，终于抵达目的地。丽莎迅速放出笼中的鹦鹉，本以为跟随她就能脱险，可天意弄人，晴空骤变，暴雨倾盆。而这样的阴暗天气，正是怪物最活跃的时刻。下一秒，大批怪物从洞穴涌出，众人来不及多想，沿着河岸狂奔，终于找到那艘小船。可就在此时，卷发妹惊恐地发现麦克不见了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麦克竟拖着一具尸体出现在岸边。卷发妹一眼认出那根本不是她男友，她拼命喊他快跑，但为时已晚。麦克瞬间被幻化成人类的怪物扑倒撕碎，幸存者们急忙跳上小船，拼命划离岸边。怪物紧追不舍，却在水边戛然止步。原来他们不会游泳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船远去。当第二天的阳光洒在脸上，仅存的3人终于踏上了人类的土地。那片噩梦般的森林被远远抛在身后。影片至此结束。